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是由丹尼尔·戈尔曼 Daniel Goleman 撰写的畅销书，首次出版于1995年。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对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 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下是书中的重点内容。情商的定义，书中首次提出了情商的概念。情商是指个体在识别、理解、管理和运用自己以及他人的情感方面的能力。戈尔曼强调，情商不同于智商、智力商数，情商更多地关注情感和社交领域的技能和能力。情商的构成要素，书中详细介绍了情商的5个主要构成要素：情感知觉，识别自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情感表达，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情感管理，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感以及应对他人的情感；自我意识，了解自己的情感、优势和弱点；社交技能，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情商的重要性，戈尔曼提出情商比智商更加重要的观点。他指出，情商对个人的成功和幸福至关重要，因为它在各个生活领域都发挥作用，包括职业成功、人际关系、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情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挫折、解决冲突、建立亲密关系以及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情商的发展，书中讨论了情商的可塑性，即情商可以通过培养和训练来提高。戈尔曼强调了教育和培训在提高情商方面的重要性，包括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家庭中。情商在组织中的应用，作者探讨了情商在职业生涯和领导力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情商对领导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工作环境，有效地管理团队并处理复杂的组织挑战。情商的衡量，书中介绍了一些测量情商的工具和方法，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情商水平，并为改进提供指导。总之，丹尼尔·戈尔曼的《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强调了情商在人们的生活和职业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实用的建议，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发展情商，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职业成功。这本书对情商的概念和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情感智力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 的定义强调了个体在情感领域的技能和能力。以下是对情商定义的详细描述。情商是指一个人的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情感知觉 Emotional Awareness，这是指一个人识别和理解自己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情商高的人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情感的细微差异，他们能够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感状态，包括喜怒哀乐、焦虑和愤怒等。他们能够分辨不同情感之间的联系，了解情感对行为和决策的影响。情感表达 Emotional Expression，这是指一个人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能力。情商高的人可以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无论是通过言语、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还是书面沟通。他们能够表达情感而不抑制或过分夸张，同时也能够适当地表达同情、支持和理解。情感管理 Emotional Regulation， 这是指一个人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感以及应对他人的情感的能力。情商高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
避免情感爆发或冲动行为，并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应对他人的情感，例如安抚他人的情绪或协助解决冲突。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 这是指一个人了解自己的情感、优势和弱点的能力。情商高的人能够识别自己的情感需求和观察自己的反应，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感，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他们也能够接受自己的情感，并在情感上有更好的自我认知。社交技能 social skills， 这是指一个人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的能力。情商高的人擅长与他人合作，解决冲突，展示同情和共情，并能够有效地沟通和协调与他人的互动。他们通常更具有领导力和影响力，能够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色。总之，情商不仅包括了情感的识别和管理，还包括了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协作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对个人的成功、幸福和社交关系都具有重要影响。情商的定义强调了情感智力在日常生活和职业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作用。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EQ 的构成要素是情商模型的核心，它们帮助人们理解和评估自己在情感领域的能力。以下是情商的构成要素的详细描述。情感知觉 emotional awareness， 情感知觉是情商的首要构成要素，它涉及识别和理解情感，不仅是自己的情感，还包括他人的情感。在情感知觉方面，高水平的个体能够敏锐地感知到情感的体验，包括喜怒哀乐、焦虑、愤怒等。他们能够分辨情感之间的微妙差异，了解情感的起因和影响。情感知觉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和反应。情感表达 emotional expression， 情感表达是指能够有效地传达自己的情感和表现情感的能力。高水平的情感表达包括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无论是通过言语、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还是书面沟通。情感表达不仅涉及积极的情感表达，还包括适当的表达负面情感，如沮丧、愤怒或焦虑，而不是压抑或隐藏它们。有效的情感表达有助于建立诚实和健康的人际关系。情感管理 emotional regulation， 情感管理是指个体能够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感以及应对他人的情感的能力，这包括控制情感爆发、处理冲突和应对压力的能力。高水平的情感管理允许个体在情感激动或困难情境下保持冷静，避免冲动决策，以及有效地处理他人的情感反应。情感管理对于情感智力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维护稳定的人际关系，降低冲突和改善心理健康。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 自我意识是情商的基石之一，它指的是了解自己的情感、优势和弱点的能力。高水平的自我意识允许个体识别自己的情感需求、价值观和信仰，以及了解情感对他们的行为和决策的影响。自我意识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感。社交技能 social skills， 社交技能是情商中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协作的能力相关的要素。高水平的社交技能包括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有效沟通、解决冲突、合作和领导等技能。这些技能使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交环境，建立支持系统，同时也有助于在团队和组织中取得成功。
社交技能对于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的成功至关重要。总之，情商的构成要素包括情感知觉、情感表达、情感管理、自我意识和社交技能，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在情感领域的智力和能力。这些要素不仅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感，还有助于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提高社交适应能力，以及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取得成功。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中强调了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 的重要性，提出了情商比智商更加重要的观点。以下是关于情商重要性的详细描述。成功和职业表现。情商对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功和表现至关重要。具有高情商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有效地解决问题，协作合作，以及展示领导力和影响力。他们更容易获得晋升和升职的机会，因为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融洽相处，并更好地处理工作压力、人际关系。情商是建立和维护健康人际关系的基础。具有高情商的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同情和共情，以及有效的沟通，这使他们更容易建立亲密关系、友谊和合作伙伴关系。在家庭、朋友圈、社交和职业生活中，情商有助于缓解冲突，增进信任和加强连接。心理健康。情商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高情商的个体更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感，减轻焦虑、抑郁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他们具备更好的应对能力，能够更好地处理挫折和逆境，保持情感稳定。身体健康。研究表明，情商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联系。具有高情商的个体更可能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良好的饮食、锻炼和减轻压力，这有助于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并促进整体健康。决策制定。情商对于智能决策制定也具有重要意义。在面临复杂决策时，情商高的人能够更好地权衡情感和理性，考虑情感因素的影响，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在个人生活和职业领域都非常重要。领导力。情商是出色领导者的关键要素之一。领导者需要能够建立信任，激励员工，解决冲突，并在压力下保持冷静。高情商的领导者更容易实现这些目标，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员工的情感需求，有效地与团队沟通，以及管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总之，情商在各个生活领域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功和幸福，还有助于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维护心理和身体健康，以及在领导力和决策制定方面取得成功。因此，情商的培养和发展对于个人成长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在丹尼尔·戈尔曼的书中得到了详细解释和支持。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 的发展是一项可以通过培训、教育和个人努力实现的过程。在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中，丹尼尔·戈尔曼强调了情商的可塑性，并提供了关于情商发展的以下详细描述。教育和培训。教育系统和培训机构可以在情商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学校和教育机构可以引入情商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识别情感、表达情感、管理情感以及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这种教育有助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培养情商技能，为将来的职业和生活做好准备。自我反思和意识，个体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来发展情商，这包括审视自己的情感体验，观察自己的反应，并了解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弱点。通过保持日常情感日志或参加心理健康课程，个体可以增强对自己情感世界的了解。情感训练，情感训练是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旨在帮助个体提高情商。这种训练可以包括情感识别练习、情感表达训练、情感管理技巧的培养以及社交技能的提升。情感训练通常由心理学家、心理医生或情感智力教练提供，以帮助人们应对特定情感挑战或达到特定的情感目标。模仿和角色扮演，个体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情感表达和社交技能，以及参与角色扮演来学习情商。这种方法有助于模仿和练习有效的情感表达方式和社交互动技巧。角色扮演可以帮助个体应对不同情境下的情感挑战，提高应变能力。反馈和自我改进，接受反馈是发展情商的关键步骤之一。个体可以向朋友、家人、同事或情感智力教练寻求反馈，以了解他们在情感领域的表现和机会改进的方面。这种反馈有助于个体识别自己的情感盲点，并制定改进计划。跨文化和多元化培训，情商的发展也需要考虑跨文化和多元化的因素。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情感表达和社交规则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情商培训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总之，情商的发展是一个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过程，包括教育、培训、自我反思和模仿等方法。这些努力有助于提高情商，增强个体在情感和社交领域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取得成功。情商的可塑性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情商水平。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EQ 在组织中的应用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和领导原则，有助于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表现，并推动组织的成功。以下是关于情商在组织中的应用的详细描述。领导和管理，情商对领导者和管理者来说至关重要。领导者需要能够理解员工的情感需求，建立信任，有效沟通并激发员工的积极情感。高情商的领导者更能够调动团队的积极性，解决冲突，协调合作，并在困难时期保持冷静。他们能够建立强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有助于组织达成目标。员工积极性和满意度，组织中高情商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能够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这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情感和满意度。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和被支持，更有可能投入工作，提高生产力，并积极参与组织的目标实现。团队合作，情商有助于促进团队内的合作和协调。高情商的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团队成员的情感需求，减少冲突和误解，并鼓励积极的团队互动。这有助于团队更好地协同工作，共同解决问题，并实现共同的目标。冲突解决，情商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情商的领导者和员工能够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冲突，倾听他人的观点，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并保持关系的稳定。
这有助于避免长期的冲突和紧张局势，提高组织内部的和谐度。客户服务，情商不仅在组织内部有重要作用，在客户服务领域也至关重要。高情商的客户服务代表能够理解客户的情感需求，回应客户的情感，提供更好的支持和解决问题的服务，这有助于提高客户满意度，保持客户忠诚度，并增加销售和业务的成功。组织文化，情商对组织文化的塑造有影响。高情商的领导者能够树立榜样，推动积极的价值观和行为，以及鼓励员工在组织中表现出情感智慧，这有助于创造健康、支持和高效的组织文化。招聘和人才发展，组织可以将情商纳入招聘和人才发展策略中。寻找具有高情商的员工可以有助于提高团队的整体情商水平，并增加组织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此外，通过情商培训和发展计划，组织可以提高员工的情商技能，增强他们在工作中的绩效。总之，情商在组织中的应用对于提高领导力、员工满意度、团队合作和客户服务都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创造积极的组织文化，促进冲突解决，提高绩效，并有助于组织实现成功的业务目标。因此，越来越多的组织将情商作为重要的管理和领导原则，以提高整体绩效和组织健康。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EQ 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情商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情感知觉、情感表达、情感管理、自我意识和社交技能。以下是关于情商衡量的详细描述。自评估，个体可以通过自我评估来尝试衡量自己的情商水平，这包括反思自己的情感体验、情感表达方式、情感管理能力以及与他人的互动。自评估可以通过问题 NAIRS、反思日志或自我反思来进行。然而，自评估可能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不够准确。360度反馈，这种方法涉及向自己的上司、同事、下属和其他人员索取反馈，以评估自己的情商。360度反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帮助个体了解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情商表现。这种方法可以减轻主观偏见，但也可能受到反馈提供者的主观看法的影响。情感智力测验，情感智力测验是一种定量测量情商的方法，通常包括多项选择题、情境分析和自我评估问题。一些常见的情感智力测验包括 EQI 情感智力问卷、MASIT 情感智能评估测试等。这些测验通过评估情感知觉、情感表达、情感管理和社交技能等方面的表现，为个体提供情商得分。生理测量，一些研究人员尝试使用生理测量来衡量情商，例如通过测量皮肤电活动、心率变异性和大脑成像等生理指标，可以了解个体的情感反应和情感处理方式。这些生理测量方法提供了客观的数据，但通常需要专业设备和技术。行为观察，观察个体的行为和互动方式可以用来评估情商，这包括观察他们在社交互动中的表现，如与他人的沟通、情感调节、冲突解决等。行为观察可以提供有关个体在实际情境中的情商表现的信息。面试和案例研究，在招聘和评估情商时，一些组织使用面试和案例研究来评估个体的情商，
面试官可以通过提问有关情感管理和社交技能的问题来评估候选人的情商。案例研究可以要求个体分析和解决复杂的情感相关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情商的衡量通常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结合了多种方法和工具，以获得更全面的评估。此外，情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同的衡量方法可能突出不同的方面，因此，在评估情商时，通常需要综合多种方法和观察来获得准确的情商评估。